婚前体检，医生竟然说我得了那种病，恋爱3年，今天准备领证。但是婚检说我阴部黏膜损伤，炎症挺重。医生说让我注意点，别太粗暴。这不可能，我家庭观念偏保守，跟徐斌谈了3年，我都没有让他越过雷池一步。我还没来得及询问医生，检查报告过来了，医生拿起来一看，顿时便变了脸色。验血的检测结果，你得了传染病，还在潜伏期。是没？不可能！我激动地阻止。我无法承受医生说出这俩字，这2个阴森可怖的字眼让我不停地发抖。我在哪里染上这种脏病？和谁做了那种事？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徐斌有事来晚了，看我脸色苍白，便问怎么回事。我一个劲的颤抖，手中的报告也掉到地上。他捡起来看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他有些激动，声音透着寒意：“这就是你说的新婚之夜，会把完整的你交给我。”他很难过，我也有些委屈和气愤，辩解道：“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和别人，够了。你还要撒谎？”徐斌的话音陡然升高：“我是高攀你这个名校高材生，互联网公司高管，没你有钱有能力，但不代表我是个傻逼，愿意被你骗。”他歇斯底里，完全不像平日里把我捧在手心里的那个暖男。以往他在我面前都有些自卑，自卑于我的青春靓丽、学历、工作、家庭。他从来都是如同对待公主一般宠着我，但现在他却眼神恶毒地盯着我，甚至还想抬起手打我。边上不少人都看向我，异样的眼神让我倍感羞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冷冷看着他：“你再说一句。交往3年，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他徐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莫名其妙出了这种事，他不关心我，安慰我也就罢，还上来就怀疑我的原则与人品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如果做了，直接认，但没做就是没做。”徐斌一脸被我欺骗的愤懑，夺门而出，扔下了我。我第一次看见徐斌掉眼泪，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我的心有些酸。我很痛苦，但是他可能是心碎。站在他的角度看，他深爱的准妻子欺骗了他，骗他我是处女，结果却得了这难以启齿的病。在医院注射了长效青霉素之后，我开车回到独居的家，还好处于一期潜伏期，打几针青霉素住很快就好。但我心里依然轻松不下来。我把我养的猫抱在怀里，开始冷静分析这件诡异的事。没毕业之前，我的心思只有学业；毕业后，我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业上，没时间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男女之事。我十分肯定，我没有跟徐斌做那种事，更没有让徐斌之外的男人碰过我。那到底是谁侵犯了我，还让我变得那样的脏？我强忍着恶心想吐的感觉，上网查询着这种脏病。电脑屏幕上出现这可怕的传染病名称，还有那些让我浑身颤抖的图片。潜伏期2至4周，我压制着战栗的心，回忆着任何有可能的男人。今天的婚检报告中，我可以得到2个肯定的证据：第一，我在2到4周前被他感染；第二，我还有些皮肤黏膜损伤，说明他极度粗暴，可能不仅只和他做了1次，而是做了好几次。那地点在哪？1个多月前，我每天007地加班工作，吃住都在公司。因为手头上这个大项目，关系到公司一笔上千万的订单，努力没有白费，我圆满完成任务，董事长极为满意，将我升职为经理，并且给了1个月的假期。累坏了的我，哪都没去，天天都宅在家里休养，最多也就是和徐斌吃饭，看看电影。如果有人侵犯了我，地点一定是在我家。虽然我胆子比一般的女生大，但现在我内心极度恐惧，手脚全是汗。这平时温馨简单的家，瞬间变得如同魔窟一般恐怖。也许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沦为他的玩物，也许他现在就在我家里，躲在衣柜、床下、阳台或是洗手间。我的心仿佛要跳出嗓子眼。拿出一个防狼喷雾，我在家中查看起来。床下、
没有。衣柜和阳台？没有。洗手间？当我屏住呼吸，拉开洗手间的门，空无一人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胸口的石头鱼落地。那家伙怎么可能大白天潜在我家？冷静下来，我在家中寻找着蛛丝马迹。我相信他一定会留下破绽。头发、指纹、床下的灰尘，甚至连门口拖鞋、浴室漱口杯的摆放位置、沐浴乳的用量与空调风扇温度风力，我都无意遗漏地查看过了。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样子。他聪明的就像是藏在黑暗中的猎豹，我明明知道他在，却找不到他存在的证据。我忍不住想起了徐斌，他是这期间我唯一接触的男人，但我摇头，徐斌那么爱我不可能。我马上就是他的妻子了，他也没有动机。不甘心地坐在沙发上，还是纠结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凶手聪明且狡猾，而且敌暗我明，报警是上策。门被敲响，徐斌却来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让他进了屋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怀疑你。徐斌很动情地说着，用力地抱紧了我，眼泪一下便漫出眼眶，心里的委屈化为无数的眼泪滴在他身上。我需要他的信任。他动情地在我耳边说，我是上天赐给他的天使，以后好好守护我，绝不让任何人欺负我。我也抱紧了他，毕竟他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。虽然不是我的过错，但我守身如玉，却得了脏病。警察很快来了，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床垫上任何体液都没有，更别提男人头发之类的。一圈下来，只在沙发上找到了2根短发，可能是徐斌的。难道事发地点不在我家，而是其他什么地方？这说不通，因为我这半年来，公司和家2点一线，从来没有在外边夜宿过。我领导的项目组5、6个人一起加班，根本不可能。但家中又没有任何疑点。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我的猫可能被这么多人吓到了，跳向我的衣柜躲了起来。我连忙过去抱它，却突然发现衣柜里少了东西。我少了一件内衣，那本是一套 Liz Charmo 黑色蕾丝边的，它昂贵又漂亮。我本想新婚之夜穿给徐斌看，奖励他等了我3年。有人潜进过我家，还偷了我的内衣。顺着这个发现，警察很快发现我卧室防盗网上有问题。那是防盗网上预留的逃生窗口，也是空调外机维修窗口，上面的锁被人打开了。我忽然想到，隔壁住着个官居老头，总是抱着手机看各种美女视频。听说他中年丧妻，一直未娶，大概67、8岁的年纪，身材矮小佝偻，看女人的眼神总是色迷迷的。而且每次坐电梯，他都会有意无意盯着我看，眼神充满了猥琐。不是看我的胸，就是看我的腿，甚至有一次试图用手机拍我的裙底。会不会就是他半夜里爬过阳台迷晕了我，然后侮辱我？这是个极为可怕的猜测。警察立时去敲开了老头的门，很快在他家中搜出了一抽屉的女生内衣，而我的那件黑色内衣赫然在列，那上边浸染着一些难以启齿的痕迹，要不是老头亲口承认，我都羞于认领。我捂着嘴，差点恶心到吐出来。徐斌见我准备新婚穿给他看的衣服变成这样，顿时眼冒血丝，冲上去就对老头拳打脚踢。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给拉开。小区内衣大盗意外落网，他承认且交代踩着空调外机撬开了锁，从窗户进我卧室偷内衣，但对侵犯我一事却只喊冤枉。他哭嚎着说他错了，他不该在网上看那种视频，这才让精虫上脑偷了我的内衣。他说他老了，有心无力，只能意淫我，只能拿我的内衣做些龌龊事，要真让他来，他还来不了。我说警察已经找到了证据，现在狡辩，等 DNA 结果出来罪加一等。老头跪到了地上，口吐白沫的诅咒发誓，说他1个半月前找到个叫欢喜苑的暗网，学里面的视频，偷拿了我的内衣，其他什么都没敢做。我生气又疑惑，1个半月前偷的，那时间对不上啊。而且对我施暴又不留痕迹的人，
一定心思缜密到了极点，怎么会家中如此凌乱邋遢？我的心很乱。为了我报答老头的徐斌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不严惩那个糟蹋我的狗东西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在徐斌宽厚的怀里睡了一会，醒来让他自己先回去。我现在真的很乱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徐斌心疼地抱了抱我，亲了我的额头，说有事打电话，10分钟就到。这样的温柔让我更加难过。后来的几天，我发现我又开始梦游了。我小时候有轻微的梦游症，原本成年后就没再犯过，没想到因为这件事让我精神衰弱，又复发了。好在症状还算浅，所以我没有太在意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在做瑜伽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对面有个楼层有反光。那反光不是玻璃的自然反光，而是在窗帘缝里，是望远镜片的反光。有人正在偷窥我，我汗毛直竖。这个念头刚刚升起，那反光却消失了，缩到了窗帘后边。他发现我了，我惊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假装自己没有发现，继续站在阳台上。报警吗？思考过后，我摇摇头，因为我不能确定那栋楼里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偷窥我。如果不是，又者没证据，不仅打草惊蛇，警方的过多介入可能让整个小区都知道我被侵犯过。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，永远是人言与人心。我能承受全世界的指指点点、风言风语，但我不想让徐斌难看。我不想我和他的婚礼上，别人指着我说这个女人被侮辱过，而且被染上了。我把华为 Mate 40 Pro 架在酒水架上，开50倍变焦，对准了对面大楼的窗户。只是隔了30米宽的街道，我的手机能拍得挺清楚。然后像往常那样继续做瑜伽。我耐着性子做了半套瑜伽，然后假装休息，从酒水架上拿起手机，躲进洗手间查看。手机录下的画面里，窗帘后边有个硕大的长筒式望远镜，真的有人在偷窥我。我认真地盯着手机画面，突然一阵风刮过，掀起了那窗帘。赫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。这家伙看上去挺有钱，住在300多平的大平层，房间里的装修也极为奢侈豪华。我竟然认识他。他是我的大客户，我之前疯狂工作的那个项目，就是他名下分公司提供的。沟通项目的时候，见过他好几次，他都是彬彬有礼，很有种儒商的感觉。但真没想到，他就住我对面大楼，而且还用专业级的望远镜偷窥我，神经病，变态！我忍不住破口大骂，恨不得把手机都给扔进马桶。我用冷水洗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难道是上市公司总裁的他，白天用望远镜偷窥我，然后晚上潜入我家迷晕侵犯我？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我过去质问他，他却打电话约我在他家见面。他说是之前的项目有些问题，要再沟通下。既然是公事，为什么不去公司，要把地点约在他家？我急于知道答案，但我多留一个心眼。这种事不适合告诉徐斌。我叫来了闺蜜，告诉她如果5分钟后我没给她打电话，她马上帮我报警。她将我迎进门，笑着说欢迎我的到来。她很期待我见到她豪宅的惊艳表情，但我平静如水的脸色让她微微一愣。我直视她的眼神，单刀直入，想给她一个下马威。你为什么偷窥我？我以为她会否认，没想到她却直接承认了。她说很早就关注我了，沉迷于我雷厉风行又骚媚的风姿，如同毒药一般吸引她，所以她才找我们老板做生意，指定要我来谈。而我老板心领神会，工作中他更是被我迷得不能自拔，甚至他特意打听我住在哪，3天前在我家的对面买了这套精装修的豪宅，为的就是能每天从望远镜里看到我穿着职业装、家居服，甚至是穿着睡衣浴袍的模样。我气得脸色发白，怒骂道：无耻！他哈哈大笑，眼神之中是那样的高高在上。坐在沙发上，他拿起一杯香槟递给我，说这瓶巴黎之花1985是香槟中的瑰宝，这一杯就要好几千块。
我想都没想就把他递来的高脚杯打掉，昂贵香槟在羊毛地毯上泛起泡沫。他没有动怒，依然是那副衣冠禽兽的斯文模样。他说他的女人太多了，但像我这么有味道的却从来没见过。但他看穿了我的小心眼，像我这样事业心极重的女人，要么为了钱，要么为了权。他高傲得如同国王，说只要我主动脱一件衣服，他就给我100万，或者脱个精光，他可以为我单独开一家1000万注册资金的公司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在你眼里，女人都是明码标价的玩物？我冷冷地问道。难道不是？如果男人征服不了一个女人，那一定是他的筹码不够。他慢条斯理地说着，甚至得意地抿了一口香槟，接着说道：脱吧，一件都不要留。让你妈给你脱。我气得直接飙了脏话。他终于有些忍不住了，原本的优雅变成了暴力。立什么牌坊？你就是个婊子，在我面前装成一个禁欲系女神。你连和别的男人拍片这种下贱事，你都做得出。他恶狠狠地骂着，说他以为我是个高冷女神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结果我骨子里就是一个贱货，主动拍性爱视频发网上。生活中，我高冷得如同冰山，视频里我依旧高冷，被人百般玩弄，却是一言不发。我简直就惊呆了。我和别的男人拍那种视频，我下意识地叫道：你在哪看到的？呵呵，还在这装呢？欢喜苑啊，你不是在里面公开约人了吗？你在那可是红透了半边天，每次你的视频一出来，所有的狼友都为你而疯狂。他手里出现一根皮鞭，如同看着猎物一般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那一刻，他极度兴奋，呼吸都粗了很多。我好怕，不停地向后退，退到房门前，却拉不开门。他把门反锁了。他舔着嘴唇，皮鞭凌空抽出，啪的一声，向我扑了过来。我鼓起勇气，冲进厨房，抢下一把刀，阻止他的靠近。别装了，你应该就是想要钱吧？毕竟能拍那种片的女人，不都为了钱吗？多少钱我都给得起。他喘着粗气，脸色越来越吓人，狰狞的仿佛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转身想逃，他却狠狠地抓住我，把我手反扭控制住，开始在我脸上舔来舔去。恶臭，恶心！我大叫救命，但他却疯狂大笑，更加兴奋。我急哭了，警察怎么还不来？砰！大门被撞开，一群警察冲了出来，把这家伙按倒在地。我拖延了他1刻钟，终于得救了。他一脸惊愕，惶恐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会报警。他说我在欢喜苑的视频里明明不反抗。去你妈的，不是所有人都爱你的臭钱。我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。很快就爆出特大新闻，本地知名企业家涉嫌性犯罪被绳之以法。但很遗憾，侵犯我的凶手并不是这个自以为是的霸总。如果他已经通过暴力手段得到我，还用得着给我开出价码吗？而且没有哪个男人饥渴到敢和一个有梅毒女人那样。欢喜苑啊，又是这个名字。之前偷我内衣的老头是看了这个网站的视频。而企业家更夸张了，他说在这网站上看到了我和别的男人欢好的视频。我怀着极度的疑问，想办法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网址，登入上去。一入眼就是各种不堪入目的动图，让我一阵恶心想吐。强忍着不适，我一眼便看到排行榜第1的视频画面上，赫然就是紧闭双眼的我。标题更是取得触目惊心：超美的冰山高管丽人被屌丝男肆意玩弄。下面网友的留言多达上千条，下流恶心至极。不是议论我身材如何火辣，就是说我如此高贵的女神被男随便玩，真是下贱。视频下的打赏数以万计。我手心在疯狂冒汗，一个劲地倒吸着冷气，伸出颤抖不停的手指，将鼠标点了进去。视频开始播放，我仅有的侥幸都没有了。画面之中，我躺在床上，正在沉沉而睡，周边的一切都显示这就是我家。忽然，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，将沉睡的我暴露在镜头前，1/1寸地拍摄我的肌肤。
他不停地说着猥亵下流的话，但经过了变声器的处理，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。然后他脱掉了我的衣服，我猛地关掉网页。我想吐，我好恶心。无数的委屈、害怕、愤怒和难过都化为我喉咙间的呜咽和滚滚而出的眼泪。那个该死的男人，他不但在我家侮辱了我，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。可我家没有任何蛛线马迹，甚至没有一枚他人的指纹。他一直戴着手套，反侦查意识强到可怕。这样恶毒又凶残的男人，怎么会盯上我？我仿佛置身黑暗，找不到一丝光明。我抱着我的猫，哭得好伤心。晚上我又梦游了，醒来时我身上好几处伤痕。又等了1周，警方说找不到网站上传人的 IP， 欢喜苑 App 服务器也在国外，没办法锁定嫌疑人。他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个欢喜苑 App 封掉。我苦苦哀求警方不要封掉，这会打草惊蛇。我能做的只是以身作饵，等侵犯我的男人再一次犯罪。警方担心我的安全，但我极度坚持，不把侵犯我的人绳之以法，我这辈子都会活在梦魇之中，永世不得安宁。警方同意了，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和追踪器，在我家中也偷偷装了摄像头。他们说会24小时保护我，但这个期限只有1个月，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安排警力在我身上。我没告诉徐斌视频的事情，这段时间徐斌的关心让我在绝境之中感受到了丝丝温暖。他说1周后约了知名的医生看看我的梦游症，不过今天公司要加班，他问要不要请假过来陪我。我想，但我现在真的有些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未婚夫。我让他下班后过来就好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。他还安慰我说，这一切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受害者，他会更疼我，更爱我。我心里很感激他，可我又忍不住怀疑他。这世上真的存在如此男人，连脑袋上的绿帽子都不在意。他真的如此爱我？除非这顶绿帽子是他自己给自己戴的。不会真的是他吧？我思来想去，还是选择相信他。警察对我的保护再有2天就要结束了，这1个月都没有任何动静，我依然在等待。徐斌来了，对我嘘寒问暖，拉着我去超市补充水果零食。我睡前都会喝牛奶，徐斌见家里奶粉快没了，贴心地帮我买好。回到家后，他还亲手泡了杯热腾腾的牛奶给我喝。我刚喝了杯奶茶，一时不太想喝。徐斌也没勉强，他把牛奶放在桌上，叮嘱我记得喝完，说今晚加班，先回去了。我送他走后，我的猫不小心将牛奶打翻，这个坏家伙一脸开心地快速舔着桌上的牛奶。我抓着他打了几下屁屁，忽然公司老板打电话过来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去上班。上班？这家伙为了和偷窥狂做生意，哪怕知道偷窥狂居心不良，也安排我去对接。资本家的丑恶嘴脸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我直接挂了他的电话，拿过电脑就准备写辞职信。突然，我发现了不对劲，我的键盘被人动过了。我的键盘是 WinRAR 双系统，连接了苹果和 Win2台工作电脑。我最近都用苹果，当切换到 Win 系统时，键位会错乱，需要手动拨一下切换按钮。我的记忆力很好，我非常确定我不可能用 Win 系统下的输入法。那是谁用了我的电脑？是侮辱我的人用了我的电脑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那家伙心思极为缜密，警方几次搜查都没有找到他的破绽。我的沐浴乳容量、纸巾多少、风扇档位、空调温度，那人都做到了一模一样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他注意到了一切，但这世上没有只能包住火。他为什么用我的电脑？莫非他是用我的电脑将侮辱我的视频上传到欢喜苑啊？万一以后被人发现 IP 地址，他也可以将罪责全推到我身上。他可以说是我配合他拍的视频，并且是我用我的电脑上传，这简直就是死无对证的证据。用心何其歹毒，心思何其缜密。
我的心跳动得无比激烈。为了验证我的想法，我用技术恢复了最近我电脑的上网地址，果然发现更换 IP 软件启动的痕迹。然后抽丝拔茧，我看到了欢喜苑的网址以及上传视频的步骤。我懵，我的电脑是有密码，而知道密码的人，我感觉如坠冰窟。突然，徐斌的电话响了，我没有去接，仅仅响了几声，他便挂了，然后又打过来，我依然没接。我的恐惧越来越强，因为我的猫躺在了地上睡着了。猫晚上是不睡觉的，牛奶里有安眠药。突然，阳台那儿传来悉悉嗦嗦的响动声，有人从楼上下来，站在了我家的阳台。刚才的电话只是试探，他的身影如同恶魔一般出现在窗帘之上，让我的心仿佛被死死地掐住。我的思维从来没有如此快速而敏捷，距离房门7、8米，跑得再快也不能抢在他之前打开房门。如果我急于逃跑，或是大叫呼救，有可能直接激怒那人，搞不好他会杀了我。我立刻便装着被安眠药药翻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现在只需要拖延时间，监控我的警察发现我家进了人，10分钟之内便会赶到我家。必须拖过10分钟。防盗窗轻车熟路被打开，一个全身黑衣、浑身都散发着黑暗气息的男人走了进来。我浑身都绷紧了，装着睡着的样子，完全不敢动弹。他看了看我，先是把门反锁，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，然后来到我的身边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将灯光打到最亮。这时候我才看出他是谁，果是徐斌，我最爱的那个男人。然真的是他，我万箭穿心，强忍着想哭的突，我极力地让自己保持镇定，但我没有时间去害怕和心碎。他手中有刀，摆好了摄像机，徐斌一脸兴奋地说道：“欢喜苑的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为我打赏，今天再玩狠一点。”他的眼神之中透出无比的兴奋与欲望，直接用刀挑开了我的裤子。冰冷的刀锋沿着我的肌肤前进，我陷入从所未有的恐惧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能被他羞辱，我也不敢激烈反抗，让他失去理智。那把足有10几公分长的尖刀，分分钟能要了我的命。我忽然想起之前告诉过徐斌我精神衰弱，梦游症复发了，他还说帮我约了医生。我疼得就坐了起来。徐斌吓了一跳，急忙往后一缩，拿着尖刀虎视眈眈地看着我。而我双眼紧闭，只是按着脑海中对家的认知和熟悉，慢慢向房门处走去。同时，我脚步轻松，如同在家游玩的猫。徐斌狐疑地看着紧闭双眼的我，他马上想到了我的梦游症。他一脸奇怪地看着我，我直直地朝他走去。他闪到一边，尖刀紧紧地抓在手上，这家伙也很紧张。他知道，如果惊醒梦游者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我走到房门前，开门，门却打不开。我呆板而机械地重复着开门动作。徐斌狐疑地伸出手打开保险，开门出去。我的心几乎都跳到了嗓眼。这是面对死亡的表演，我必须演得真实，就像是真正的梦游。当然，我不能借着梦游跑去开大门，那样徐斌必然狗急跳墙，痛下杀手。我在赌他不敢太过声张，赌他等待我的梦游症过去。徐斌果然没有太多的动作，只是紧紧地跟在我的身边。他不停地上下打量我，想要找出任何一丝破绽。看他那铁青的脸色，颤抖的尖刀，如果他发现我在演，他一定会捅死我。走进厨房，我打开冰箱，拿了一瓶盒装牛奶，慢悠悠地喝着。然后我慢慢走回卧室。我既要拖时间，又不能让徐斌等得不耐烦。浑身僵硬，我每走一步都是极度的煎熬。但路再长，也有走到的那一天。我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。我再不能做什么了，只求监控早点被警察发现，早点派人过来救我。但这时，徐斌却是阴恻恻的一笑：“原来你和我说梦游症，就是为了今天。”他发现了。我的心跳声之响，在这寂静的夜里咚咚有声，震耳欲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我心情如同掉入深渊，我不敢睁眼，也不敢有任回应。他孔武有力，又带着刀。屋外起风了，呼呼作响，而屋内死寂一片，只有我的呼吸声，针落可闻。我只能赌他是骗我，诈我。我不能动。徐斌把尖刀放在了我的脸上，冰冷的刀锋让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刀锋缓缓地移动，从我的脸到我的肩，再到我的衣扣之上。他用刀一颗一颗地挑开我的衣扣，阴阳怪气地说了起来。他说，在学校，在职场，我过太优秀，让平庸的他一直都抬不起头来。他对着我吼说，女人不就是生育机器，好好给她生孩子，把饭做好，把家看好不就行了？为什么我要比她强这么多？而且他最恨的是我为什么不和他发生关系，哪怕他苦苦哀求。他觉得自己在其他男人面前丢尽了脸面，因为我不和他好，他跑去外面找小姐传染上的，得这种脏病全都怪我。所以他想好了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病传给我。这样以后就算是他被检查出患病，也可以说是我传给他的。后来他知道了欢喜院上传各种那个视频还可以得到钱，他更觉得老天对他不薄。一石三鸟之计，他偷偷找人帮忙租下了我楼上的房间。每一次他都用放了安眠药的牛奶让我沉睡，再从楼上爬下来，在我家侮辱我，拍摄视频并用我的电脑上传。这样错的就全是我还得对他心存愧疚。他细细地在我耳边说着，仿佛想看到我任何一点情绪变化，而我只是平静地躺着，如同被安眠药迷晕了。其实我的心都碎成了渣。我真的没想到我深爱的男人竟然如此无耻。徐斌见我没反应，放下了心，但却突然对准我的前胸，一刀猛刺了过来。我吓得几乎跳起来。这是正常人的反应，但不应该是我的反应。我尽力控制着紧张到了极点的心，控制自己不动一丝一毫。那猛刺下的刀终于在我前胸停了下来，差一点点它就要扎进我的心脏。徐斌终于信了，他相信我只是梦游。他笑着开动了摄像设备，粗暴地撕扯着我的衣服。当他刚打开我第二颗扣子，轰！门被人撞开，一队警察猛冲了进来，瞬间便把他压倒在地。闪亮的手铐锁住了他的手腕，他一脸懵逼地看着警察，还想狡辩：“误会了，我和我老婆玩游戏呢。”他大叫着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我豁然起身，猛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：“畜生，我不是你老婆！”他懵了，下意识地说：“我不是着了吗？”无耻，混蛋！我终于控制不住我愤怒又悲伤的情绪，一边哭一边疯狂地骂着他，也在骂着自己的有眼无珠。我劈头盖脸地扇着他的嘴巴，把又惊又恐的他打得嘴角冒血。3个月后，在三亚散心的我接到了好几个跨国公司的 offer。 我挑了个最心仪的工作，打电话给 HR 说我下周就可以过去上班。挂了电话，蓝色的海岸线与红色的鸡尾酒相映成趣，随手拿起手机看着最近的新闻。欢喜院被彻底捣毁，海外主谋被遣送回国接受正义的审判。犯人徐 X 在监狱内由于不堪受狱霸折磨，今晨在某某监狱自杀身亡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天边美丽的云彩，美好的生活重新开始吧。愿所有的女孩得遇良人。